大家好啊，我係飛俠，今日會同大家全面剖析呢個阿里巴巴喺2025年嘅表現，從電商到 AI 雲計算啦，再到呢個本地生活服務同埋呢個國際市場嘅激烈競爭，阿里巴巴究竟要如何應對挑戰，並且繼續保持領先呢？佢究竟可唔可以喺美團同埋 Amazon 嘅壓力之下突圍而出呢？就等我哋一齊深入探討一下。2025年，阿里巴巴實現總收入9963.47億人民幣啊，同比增長咗6%，淨利潤就去到呢個1259.76億人民幣，同比報增咗77%咁多㗎。呢個都得益於佢嘅核心電商業務嘅穩定表現㗎喎，同埋雲計算嘅快速增長，以及一啲非核心資產，例如好似高鑫零售啦、銀泰百貨呢啲剝離，亦都對佢嘅營收有幫助㗎。淘天集團、淘寶、天貓貢獻4490億人民幣，佔總收入45% 以上。阿里國際數字商業集團收入1323億人民幣，增長29%。雲智能集團收入1180億人民幣，增長11%。AI 產品表現亮眼啦。2025年7月18日阿里巴巴完成咗12.023億港元零息可換股債券發行，部分資金就會用於雲計算基礎設施啦，同埋全球商業擴張，顯示佢嘅財務策略嘅靈活性㗎。阿里巴巴正係將呢個 AI 同雲作為佢未來10年嘅增長引擎。阿里雲嘅通2000問嘅大模型已經廣泛應用於呢個企業場景㗎啦，例如喺呢個釘釘平台自動生成呢個會議記錄、撰寫郵件，或者喺淘寶幫商家進行呢個個性化嘅營銷推薦，從而提升呢個用戶嘅轉化率㗎。企業仲利用呢個通2000問嚟開發呢個客服機械人㗎喎，應用於呢個金融啦同埋零售行業，從而降低營運成本嘅。阿里雲承諾投入527億美元建設呢個全球雲網絡，並且喺東南亞、墨西哥同埋南韓呢啲地方開設數據中心。公司完成港元零息可換股債券嘅發行之後同之前15.3億美元可換股債券一齊就支持呢個雲計算同埋國際業務擴張。喺國際市場，速賣通同 Lazada 推動呢個海外零售收入增長33%，批發收入增長14%。阿里巴巴預計下個財政年度海外電商實現季度盈利。菜鳥物流收入1012.72億人民幣，增長2%。公司喺呢個2025年5月買翻呢個菜鳥嘅剩餘股權，加強物流控制啦。本地生活服務餓了麼、高德同埋飛豬收入增長12%，但外賣市場競爭激烈啦。後續我哋會詳細探討。喺中國電商市場，阿里巴巴迎來多方嘅競爭，拼多多就以呢個社交團購啦，同下沉市場策略快速崛起。2023年更加成為咗第2大嘅電商平台，用戶超過9億，但利潤率就比較低。京東就憑住自營模式同埋高效物流就吸引呢個中高端嘅消費者，財務穩健但係下層能力就唔及阿里啦。騰訊喺金融科技同埋雲計算競爭微信支付同埋螞蟻支付對抗啦。騰訊雲喺市場份額大概18%，抖音憑住直播帶貨崛起。2023年電商交易額去到超過2萬億人民幣嘅，對傳統電商構成挑戰。喺本地生活服務領域美團係領頭羊。2025年外賣市場份額大概70%，日均訂單量去到1.5億，而餓了麼就僅係27%，日均訂單量大概4000萬。美團憑住龐大嘅商戶網絡同埋用戶基礎，建立咗強大嘅生態系統。阿里巴巴通過補貼戰反擊，例如餓了麼推出咗近零成本嘅訂單同埋大額優惠券，並且利用歌德地圖嘅數據分析，優化配送路線，縮短送餐時間嘅。2025年阿里巴巴嘅即時零售服務每日訂單突破4000萬，顯示佢嘅競爭嘅決心。然而補貼戰對盈利構成壓力啦，公司可能要重新評估策略，將資源轉向 AI 同埋雲計算呢啲高回報領域。你認為阿里巴巴可唔可以喺本地生活市場追上美團呢？喺留言區分享你嘅睇法啦。喺國際市場方面速賣通就同呢個 Amazon 同 eBay 競爭。速賣通喺呢個巴西市場嘅表現亦都非常強勁。2025年嘅 GMV 增
增長大概係40% 左右，得益於呢個低價嘅策略啦，同埋快速嘅物流。然而Amazon憑藉個 Prime 會員嘅快速配送啦，同埋佢嘅全球品牌影響力，對速賣通都構成好大嘅壓力。eBay 咧就喺呢個二手商品市場啦，同埋 C2C 方面咧就具有優勢。阿里雲亦都喺全球雲業務上面同呢個 AWS 同埋 Microsoft 嘅 Azure 競爭，憑住亞太市場嘅本地化優勢逐步擴張，但係佢同 AWS 嘅技術啦同埋規模咧仍然有一定程度嘅差距嘅。阿里巴巴面臨嚴格嘅監管啦。2021年，中國市監總局因為2選1壟斷行為罰款182.28億人民幣啦，促使公司取消排他性協議，並且優化平台規則。數據安全法同埋個人信息保護法要求嚴格嘅數據處理流程啦，例如阿里巴巴需要確保用戶數據唔被濫用，並且調整跨境數據傳輸方式。喺國際市場啦，美國嘅外國公司問責法案要求中概股接受審計調查，雖然喺2022年底恢復檢查資格，但仍然存在住不確定性㗎。美國對 AI 芯片嘅出口管制啦，可能會影響阿里雲嘅硬件採購，限制佢嘅 AI 發展技術㗎啦。展望阿里巴巴嘅多元化業務啦，同埋技術創新咧，會為佢提供強大嘅增長潛力㗎。通義千問嘅應用正在改變電商同埋企業嘅服務，例如未來可能會推出 AR 嘅購物功能，等消費者可以虛擬試衫或者試驗產品嘅。國際電商同埋雲服務嘅擴張，將會多元化呢個收入來源。然而，阿里巴巴雖然要應對拼多多、抖音呢啲平台競爭以及本地生活服務嘅挑戰，雖然補貼戰有助縮小呢個同美團嘅差距，但係高成本可能促使公司聚焦 AI 同埋雲計算呢啲高回報領域㗎。研究顯示阿里巴巴喺中國電商市場仍然佔據40% 份額，但亦都需要警惕呢個新興平台嘅衝擊㗎。你有冇用過阿里雲呢啲 AI 產品呢？亦都可以留言分享你嘅體驗啊！憑住技術優勢同埋全球化嘅佈局，阿里巴巴都有望繼續領跑呢個全球科技同埋電商領域㗎。阿里巴巴喺2025年展現咗穩健嘅財務表現同埋增長嘅潛力，通過 AI 加雲、國際化嘅擴張同埋本地服務嘅競爭，公司正在為未來奠定基礎。儘管面臨呢個美團同埋Amazon啲競爭對手同埋監管嘅挑戰，阿里巴巴嘅技術優勢仍然令佢有機會繼續領跑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如果大家中意條片，記得點讚、收藏、分享返俾朋友仔。我係飛俠，下次見，拜拜。